万物类象，不出五行。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玄幻故事里，五行都是无处不在的。它作为中国古代道德哲学的一种系统观，从商朝时期萌生出世，经历几千年的历史涤荡，世界万物的形成与相互关系都被其囊括在内。中医、命理、风水、相术和占卜等等无一例外。而真正说起五行的内容，大多数朋友都会脱口而出：金、木、水、火、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五行远远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片面。简简单单的5个字背后，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庞大知识宝库。它辐射了哲学、医学、数学、生物学等等数个学科。今天，老烟斗就和大家简单聊一聊包罗万象的五行，算是抛砖引玉，欢迎大佬在评论区补充说明。相传起始之初，神创造天地，天是茫茫渺渺，地是空虚混沌，上无风雨雷电，下无草木山川，直到人类始祖盘古苏醒，鸿蒙初开，借着一股天地灵气，太乙之中生出水，太初之中生出火，太始之中生出木，太素之中生出金，太极之中生出土，五行由此集结而成。其后，我国的尚书宏愿对于五行又做出了详细的解释：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色，而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色作甘。5种动态的性质与特征由此明晰了然。时间再次向后推移，大约到了战国晚期，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便衍生出来了。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五行真正的顺序并不是金木水火土，而应该是木火土金水。5种动态顺次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与此同时，它们也存在着隔位相克，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五行的生克关系是矛盾的2个方面，也是万事万物内部不可分割的2个方面。它们以相对的形式共同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若是生没有克，便会造成物极必反，走向灭亡；有克没有生，便会犹如泰山压顶，事物在巨大的压制下还是会走向极端的。唯有2者共同依存制约，万物才会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是一种深奥的哲学观和人生道理。比如在《内经》中，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五行的身影：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医者正是通过它自身辩证的生克关系来研究人体的5脏6腑和经络组织，从而掌握人体内部运行机制，达到治病防病以及养生的效果。此外，五行也与人们所熟悉的天干地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相传在上古时期，皇帝在10位天干与12位地支的辅佐协助下，制服了蚩尤。随后，一位叫做大尧氏的圣人不禁开始为后世忧心忡忡。他悲泣道：连贵为圣人的皇帝都无法独自一人战胜蚩尤，后世的凡人们若是不幸遭遇如此苦难，又该如何是好啊？于是他思虑再三，终于使得天干地支相互配合起来，形成了60甲子，而且还把它们分别划分归类于五行：甲乙寅卯为木，丙丁巳午为火，戊己辰戌丑未为土，庚辛申酉为金，壬癸亥子为水。天干地支被归为五行之后，还依据五行再次划分了方位，并由此出现了5个神话传说。东方盘踞着一位叫做太昊的神，他手掌春季，乘雷电出行，所经之处万物复苏，草长莺飞，所以五行之中的木居于此。
甲乙寅卯也理所应当归位在东方。南方是由神农帝所负责的，他掌管夏季，驾风火行走四方，为尘世带去炎热和火辣，万物在他的眷顾下繁盛齐备，所以五行中的火便是居于此。丙丁巳午被排在了南方。西方的神叫做少昊，掌管秋天，乘云驾雾，散布清冷肃杀之气。每到一处，秋风萧瑟，万物凋零，所以五行中的金居于此。庚辛申酉由此驻守西方。北方是叫做专地的神仙，他掌管冬天，携雨雪而行，所经之处皆是风霜雪雨，凌冽刺骨，所以五行之中的水位于此。壬癸亥子位于北方，最后的中央是由皇帝掌管，他驾地气而行。由于木火金水依赖于土而存在，所以皇帝使戊己占据中央，辰戌丑未协助四方。对于五行，往往还有一个理论与之相牵连，那便是阴阳。两者相辅相成，五行必合阴阳，阴阳必兼五行，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阴阳是人们认识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基础，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根据其属性被划分为阴类和阳类。比如天为阳，地为阴，男为阳，女为阴，气为阳，血为阴等。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相互滋生的同时也相互对立。而五行又是构成世间万物的元素，它所具备的深刻关系恰好又对应着阴阳的两个方面。在历史的发展中，它们两者交汇融合，被后世统称为阴阳五行学说，并慢慢演变成了一种影响颇为深远的哲学思想，在各个学科和生活领域内都发挥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或庞大或渺小，或简单或复杂，无论何种形态，都被无一例外地笼罩在五行的范畴下。五行从甲骨文时期流传到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作为最古老的学说，它始终保持着盛行不衰、光彩照人的骄傲姿态，堪称当之无愧于华夏的经典哲学。与现代的自然科学一样，古老的哲学思想同样也是指导我们古代劳动人民参与社会生产的服务指南。我们在惊讶于如今科技的发展迅猛之外，更应该感叹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希望在闲暇之余，古人的智慧能够更多地映射你的生活。